你这丫头！对于这样的龙小小，楚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却很喜欢她这样的乖巧。虽然楚风仍不喜欢龙小小，可龙小小在楚风心中的位置却已经有了些许变化。随后，楚风带着龙小小来到了一座远古传送阵。楚风要去一个地方，但却并不是圣光一族的领地。楚风要去的地方是位于圣光天河不朽星域的一个凡界，那个凡界名为花海凡界。之前在轮回上界的时候，楚风得知，在远古之后，诸天星域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曾名震整个天河。此人名为斩妖大帝，死后墓地便葬于轮回上界。后来，楚风与密洞群圣一同前往了斩妖大帝的墓地，并且在墓地内见到了斩妖大帝的残魂。楚风得到了斩妖大帝的认可，并且得到了斩妖大帝的斩妖剑。只是斩妖大帝真正的传承，并不在那座留有他残魂的墓地，乃是位于不朽星域的花海凡界。而打开那座葬有斩妖大帝传承的宝藏钥匙，就是斩妖剑。只是当初斩妖大帝残魂消散之前，却提醒过楚风，必须修为达到5尊境，才能去花海凡界开启那座葬地。这也是为何楚风之前一直没有去开启的原因，不是不想，而是能力不足。但现在楚风显然已经具备开启资格。斩妖大帝那般强悍，楚风若是能够得到他的传承，实力必然会有进步。如今面对圣光一族，楚风并没有绝对把握，但若是能够得到斩妖大帝传承，也许自己会多些胜算。楚风要去不朽星域，只是楚风刚刚在远古传送阵上调整好目标方位，一直不说话的龙小小却突然开口了：“对，是要去不朽星域。小小，你难道去过这里？”楚风问道。不朽星域名字看着霸道，其实在当今圣光天河乃是下星域，而圣光天河内上星域6座，中星域30座，下星域50座，一气星域10座。楚风所在的祖武星域就是圣光天河内最弱的一气星域。虽说不朽星域强于一气星域，可实际上在圣光天河内也是较弱的星域。楚风本以为龙小小这种身份不会关注不朽星域，没去过，但是你去不朽星域是有何事？该不会你有朋友在那里吧？龙小小问道。楚风心中一紧，他发现龙小小的语气和脸色都不对，似乎很是担忧。倒是没有朋友在不朽星域，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不朽星域。小小，不朽星域出什么事了吗？楚风问道。你说你去不朽星域是有很重要的事，那是什么事？龙小小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再度关切地问道，甚至他开始变得紧张。而他越是这样，楚风越是不安。那里有一座宝藏，我若开启，也许圣光一族我都可以铲除，这就是我要去那里的原因。楚风没有隐瞒，而是如实说道。怎么如此不巧？该不会是你说的宝藏被人发现了吧？龙小小眉头紧皱，脸上忧虑之色更浓。被人发现了？小小，难道说是已经有人先一步去了花海凡界吗？楚风问道。那倒是没有，只是相比于这个，情况更加糟糕。就在前些时日，整个不朽星域都消失了。龙小小说道。不朽星域消失了？好端端的，怎么会消失呢？小小，到底发生了什么？楚风问道。的确是消失了，但却并不是凭空消失。当时乃是深夜，整个圣光天河都出现了异象。向不朽星域的方向望去，能够看到数只巨手划破夜空。那巨手似人非人，但却巨大无比，无法估算它到底有多大。哪怕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也能够看得清楚。那样的巨手，恐怕是一方世界都会被其一掌拍碎。那巨手出现的时间并不久，但还是被很多人所见到了。本来人们觉得那只是异象，可很快有消息传出，不朽星域消失了。消失的时间正是那异象出现的夜晚。龙小小说道。居然会有这种事情？是有绝顶强者发现了斩妖大帝的传承吗？楚风眉头紧皱，直接将星域给夺走，那将是何等存在？这件事绝对与圣光一族无关，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必然是这浩瀚修武界极为强大的存在所为。只是那种存在对于如今的楚风而言，说其是神灵也不为过。莫说是他，面对那种存在，恐怕就算是卧龙武宗宗主也无可奈何吧。楚风知道，想要得到斩妖大帝传承，基本没戏了。对了，楚风，圣光云月也许知道更多。龙小小说道。对，怎么忘记他了？楚风也是恍然大悟。圣光一族身为圣光天河统治者，对于这种事情必然会进行调查。圣光云月又是圣光一族太上长老，若有发现，他一定会了解。于是楚风将那困住圣光云月的葫芦取出，将圣光云月放了出来，对其询问了此事。楚风少侠，你放过我吧，这件事情我圣光一族也不知是何人所为啊。我猜测不朽星域内必然有着了不得的宝物藏于其中，而那宝物又被浩瀚修武界深处的顶尖强者发现，所以才出手了。只是究竟是何人所为，我们圣光一族也不知晓，也不敢深入调查。若是真的查到了，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可别因为这种事折磨我呀。圣光云月显然已经被楚风折磨出了阴影，如此高傲的他，居然也称楚风为少侠，并且语气都是如此的卑微，真的一点线索没有？楚风凝声问道，语气其实不重，可却吓得圣光云月身躯一颤。我想起来了，倒是有一些发现，只是无法确定是不是与此事有关。圣光云月说道。发现了什么？直接说。楚风不耐烦地说道。在不朽星域消失之前，不朽星域周围的星域以及世界之中，都有人看到了穿着相同服饰的人，那不是我圣光一族的势力，并且在不朽星域消失后，也便没有人再发现过他们的踪迹。圣光云月说道。相同服饰？那是什么样的服饰？楚风问道。他也觉得此事很可能与那些人有关。身穿红色长袍，头戴白色斗笠，对了，红袍上面还以黑色字体写着地狱使3个字。圣光云月说道。是他们。听到这里，楚风眉头皱起。所谓地狱使，楚风并未见过，但却早就听闻过，那是一个极为神秘
却实力强劲的一群人。他们习惯将一种可怕的怪物放入天赋较好的孩子体内，而那怪物入体之后，会使得原本有大好前程的天才们变成傻子。是血堂堂主孙子就曾遭遇过地狱使的毒手，为此是血堂堂主到处找寻那地狱使的下落，并且还真被他找到了2次。只是无一例外，面对强大的地狱使，是血堂堂主根本不是对手。胆敢挑战地狱使，是血堂堂主本该难逃一死。可当地狱使得知是血堂堂主的孙子遭遇到了他们的毒手之后，他们竟都放过了是血堂堂主。而除了是血堂堂主的孙子外，宋允也曾遭遇过地狱使的毒手。根据宋允所说，若不是他得到了稀有的良药，他也早就成为了一个傻子。总之目前未知那被放入体内的怪物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地狱使就更加神秘莫测，没人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向天才体内放入如此怪物，怎么想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总之，这些所谓的地狱使应该来自于一个非常邪恶的组织。说吧。楚风看向圣光云月，说什么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圣光云月战战兢兢地说道，但目光却在闪躲。身为圣光一族，岂会对这些地狱使毫不了解？我知道，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一些事，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楚风觉得，圣光一族身为圣光天河掌控者，不应该对这些地狱使一点都不了解才对。当然，之前只是猜测，可是看到圣光云月的反应后，楚风则是确定了自己的猜测。圣光云月肯定知道更多关于地狱使的事。我真不知道。圣光云月本来还不想说，可楚风却是目光转冷，别逼我动手。看着楚风这样的目光，圣光云月吓得瑟瑟发抖，他真是被楚风弄出阴影了。我说，楚风少侠，倒不是想要瞒你，我圣光一族的确有过一些调查，只是调查到的并不多。圣光云月说道，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楚风说道。随后圣光云月便讲述起他所知道的关于地狱使的事情。地狱使不仅仅出现在圣光一族，而是整个浩瀚修武界都有过地狱使的身影。圣光一族虽然实力不强，但对于圣光天河的掌控欲却是极强。出现地狱使这种存在，圣光一族必然不会任由他们胡来。所以早在多年前，圣光一族就曾追捕过这些地狱使，只是那些追捕地狱使的人马却很快都失去了消息。这样的情况让圣光一族察觉不妙，直到有一日，10位地狱使竟出现在了圣光一族领地之内。他们拿着一个巨大的箱子，箱子打开，竟全部是圣光一族精锐的头颅，其中还有一位太上长老的头颅。那些前去追踪地狱使的圣光一族之人全部遭到了毒手。那些地狱使什么都没说，丢下这个箱子便离开了。但是那一日之后，圣光一族也便没有再特有去追捕过地狱使，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地狱使的可怕，虽说圣光一族没有再追捕地狱使，地狱使便也没有再伤害圣光一族族人。可圣光天河内有着如此可怕的威胁，圣光一族自然寝食难安，于是便暗中打探地狱使的事情。后来才得知，地狱使遍布整个浩瀚修武界，莫说圣光天河，对于其他天河而言，这地狱使也是极为棘手的存在。没人知道这些地狱使真正的目的，只知道他们到处残害天才，四处寻找天才，然后向天才身体内放入那怪物。放入的怪物几乎无法取出，据说哪怕7界圣府内那些强大的界灵师也是没有办法。7界圣府也没有办法吗？听到这里，楚风忍不住追问，具体我也不知晓。7界圣府那种庞然大物根本看不起我们圣光天河，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询问，只是听闻而已。圣光云月说道，不是看不起我们的天河，而是看不起你圣光一族吧。龙小小忍不住说道。对此，圣光云月恶狠狠地看向龙小小，可是当他感受到楚风不善的目光后，又立刻反应过来，赶忙将那种不善收回，低头不语。居然连7界天河都没有办法吗？楚风也是意识到了，地狱使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想。7界圣府是何的？它不仅仅是7界天河的霸主，更是浩瀚修武界最强界灵师的汇集之地，那里几乎代表着界灵师的最高水平。倘若连他们都无可奈何，那么楚风将必须重新审视这些地狱使。虽然早就知道那些地狱使不简单，可现在来看，这地狱使可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可怕得多。他还是低估了这些地狱使。这些地狱使也许不只是圣光天河与九魂天河的威胁，而是整个浩瀚修武界的威胁。那样的存在，自然不是圣光一族能够应对的，当然也不是现在的楚风能够应对的。除此之外，还打听到什么消息了？楚风再度问道。这些地狱使来自同一个势力，叫做狱宗。圣光云月此话说完，似是后悔了一般，赶忙再对楚风说道：楚风少侠，不管你以后与这些来自狱宗的地狱使是否会有过节，但千万不要说这些消息是我告诉你的，否则我怕我圣光一族会遭到他们毒手。我虽然不是好人，可我圣光一族的族人却都是无辜的，对于他们的事，我就只知道这些了。圣光云月带着哭腔对楚风祈求着，而看他这样的表现，楚风也能够理解，当日地狱使提圣光一族族人的头颅拜访，必然是给圣光一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放心，你告诉我关于这些地狱使的事，我可以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是你告诉我的。楚风此话说完，便将圣光云月关押了起来。随后，楚风还是开启了远古传送阵。果然，远古传送阵无法开启。这远古传送阵并无问题，而是楚风要前往的不朽星域花海凡界已经不复存在，这远古传送阵根本无法将他送过去。眼见着得到斩妖大帝传承已经破灭，楚风抬头看向那无边无际的天空。狱宗吗？你们到底要做怎样的事？看来我们要改变目的地了。眼见着前往花海凡界已是没戏，楚风便将远古传送阵的目标改到了圣光一族的领地。是要直接去救我母亲吗？
龙小小已经猜到了楚风的想法，可是他的眼中却有着几分忧色。圣光一族终究是圣光一族，就算他知道现在的楚风很强，可直接前往圣光一族，他还是觉得楚风很冒险。先将你母亲救出来，再研究怎么对付是圣光一族。你放心吧，我现在就算无法击败圣光玄烨，也不会被圣光一族抓住。只要那圣光云月没有骗我，我就一定能将你母亲救出来。只要将你母亲救出来，我们就赢了。至于对付圣光一族，以后有都是机会。楚风察觉到了龙小小的担忧，于是对其讲述起自己的想法。楚风并不会冒险。楚风，我欠你太多了，真不知该怎么报答你。龙小小很是惭愧地说道。傻瓜，你我可是好朋友，你开心一点，我就觉得值得了。楚风笑着摸了摸龙小小的脑袋，他可并不希望让龙小小对他有太多的亏欠感，而被楚风这样摸了摸，龙小小则是小脸一红，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随后楚风便带着龙小小前往了圣光一族的领地。本来楚风是想将龙小小放置在安全地方，自己独自一人深入圣光一族的，奈何龙小小非要跟随，楚风也只能带着龙小小同行，只不过却是将龙小小藏在了身上。如果对除了圣光一族之外的人问圣光天河内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禁地是哪里，那么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是圣光一族的领地。可实际上圣光一族的守备并没有楚风想象中的那么严密，甚至还很松懈。之所以如此，想必来自于自信，毕竟没有人敢在圣光一族的领地闹事，而这样松懈的守备让楚风很是轻松的就潜入到了圣光一族深处，且来到了那关押着龙小小母亲的禁地面前。那是一座立于山峰之巅的结界门，只要穿过去就可以进入那座禁地之中。只是望着那座结界门，楚风心中也是犯嘀咕，他还并不清楚结界门内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若只是那位太上长老道还是好说，但若是圣光玄烨也在其中的话，那自己岂不是要倒大霉？于是楚风不得不施展结界之术，先将自己隐藏起来，这才踏入那结界大门。可刚刚进入那结界大门，楚风就愣住了。穿过结界门，浮现在楚风眼帘的乃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湖泊，湖泊的最中心则是建造了一座唯美的宫殿。那宫殿通体白色，造型也很独特，似是天鹅一般，尤其在如镜面一般的湖面上映射而出，如同一只巨大的白天鹅坐落于湖面之上，看上去美轮美奂。不过相比于那宫殿，楚风的目光却更多的落在了那湖水之中。看着那湖水，楚风眼中更是有兴奋之色涌现。这整座湖泊都不是寻常的水，而是一种特殊修炼资源，是可以提高悟性那种修炼资源，且湖内还有阵法，阵法的力量所汇集之处正是那座宫殿。原来这才是这里成为禁地的原因吗？楚风已经看出来，这座禁地应该是一座修炼之地，只不过那宫殿特殊材质，楚风哪怕运用天眼也无法将其看穿，并且无法运用结界阵法破开。无奈之下，只得推门而入。殿门推开，便看到一道身影盘坐在大殿之内，这个人正是龙小小的母亲。龙小小母亲看着有些憔悴，但是身上倒是无伤，这倒是让楚风悬着的心放心了不少。毕竟圣光一族心狠手辣，楚风之前真的害怕他找到的不是龙小小母亲，而是一具尸体。现在见其安然无事，自然也就安心了。不过这座唯美的宫殿内却也只有龙小小的母亲，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件家具和摆设都是没有。自然而然的也是没有发现那所谓的太上长老的身影。于是楚风释放出感应力，只是感应力覆盖宫殿之后，楚风却也没有感受到那汇集了湖水的阵法力量。这说明这座宫殿有些特殊，虽然没有感受到阵法的力量，但楚风却感受到了其他存在。于是楚风笑了笑，便直接现身。楚风看到楚风，龙小小母亲十分意外。前辈，我是来带您走的。楚风笑着说道。看到楚风之后，龙小小母亲起初有些难以置信，但是当他确定这来者的确是楚风之后，则是赶忙暗中传音于楚风。楚风，你快走啊，那圣光一族的太上长老圣光海父就在这里。可楚风却像是听不到龙小小母亲的暗中传音一样，径直走到龙小小母亲身前，便将她拽了起来，想要带她直接离开。龙小小母亲还以为楚风真的听不到她的暗中传音，于是只得直接对楚风说道：楚风，你快走，不要管我。而他话音刚刚落下，另一道苍老的声音也是从宫殿大门的方向响起。走，那恐怕是不行了。伴随着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道老者的身影也已经出现在了大门面前。此人便是圣光海父。其实楚风是第一次见到这圣光海父，但是对于他，楚风已从圣光云月那里得知了不少。这圣光海父与圣光云月都是四品武尊，若是不提卧龙武宗的话，放眼整个圣光天河，四品武尊的修为已是很强，只是对于现在的楚风而言，却是不足为惧。总算肯露面了吗？楚风看着圣光海父，眼中没有一丝惊恐，并且那语气就像是早就料到圣光海父会出现一样。怎么，我听你这意思，你是早就知道老夫在这里？圣光海父挑了挑眉，轻蔑地看着楚风，我不想与你浪费口舌，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开启此处的修炼阵法。楚风指着这座宫殿说道。楚风已经察觉到此处修炼阵法的不简单，楚风不想错过，只是奈何此处修炼阵法被隐藏了起来，哪怕楚风也是没有发现如何破解。但是身为驻守此处的太上长老，楚风觉得圣光海父应该知道如何开启这里的修炼阵法。虽说刚刚楚风动用精神力去感应，并未感受到修炼阵法的力量，但却感受到了这圣光海父的存在，所以楚风早就知道他在。楚风是故意现身，就是要将他引出来，从而逼问他如何开启此处的修炼阵法。楚风，看来你并不知道老夫是谁。圣光海父说道。圣光一族太上长老圣光海父目前修为
已经是达到了4品5尊境。楚风说道。而听得楚风这样一说，圣光海父则是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他本来以为楚风是不知道他是谁，才敢如此嚣张，可现在楚风不仅说出他的名字，还准确说出他的修为，这就让他有些茫然失措了。小子，你知道老夫是谁？竟然还敢这样与我说话！圣光海父凝声问道。圣光海父，我再说一遍，告诉我如何开启这里的修炼阵法，如若不然，你可就要付出代价了。楚风对其说道。而此时，莫说圣光海父一脸吃惊，就连龙小小母亲也是一脸吃惊。楚风是怎么有勇气对圣光海父说出这番话的？毕竟这可是4品5尊啊！有趣，你可真是有趣啊！你显然是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一种境界。不过楚风，我倒是也想要听听，我若不告诉你，你是要我付出怎样的代价？圣光海父再度看向楚风，虽然这番话是笑着说的，可他的眼中却涌现出了阴狠的杀意。至于楚风，他也没有多言，而是微微一笑，便拿出一个葫芦，随后对着地面一甩，一道身影便被甩了出来。那是看到那被甩出来的身影，先前还一脸笑容的圣光海父，则是再也笑不出来。圣光父海脸色僵硬，龙小小母亲仔细一看，更是吓得脸色发青。一开始他还没认出来，可是仔细一看，那不是圣光云月吗？别看平日里圣光云月外表端庄，且是一位女子，可同为圣光一族太上长老。相比于圣光父海，这圣光云月的凶名更盛，更加令人闻风丧胆。甚至有些人私底下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圣光恶妇，因为这圣光月着实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可就是这样一个堪称魔鬼的人物，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圣光云月被丢出来之后，便赶忙开口说话，那话落入龙小小母亲耳中，更是让她怀疑自己听错了。楚风少侠，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不要再折磨我了，真的不要再折磨我了，你赐我一死吧。这便是圣光云月被丢出来之后所说的话，并且还是带着哭腔说的。楚风，你对云月大人做了什么？忽然一声怒喝响起，乃是圣光海父，虽同为太上长老，可这一句云月大人，便可以看出圣光云月在圣光海父心中的地位是比自己高的。他指着楚风，气得手都在发抖，而那磅礴的杀意更是瞬息之间便充斥了整座宫殿。那个架势，若是楚风不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他必然不会放过楚风。而圣光海父这一开口，也是让圣光云月反应过来，原来楚风已是来到了圣光一族的境地。圣光海父，你快跑，去叫族长大人！虚弱的圣光云月几乎使出全身的力气，对圣光海父大喊起来。而这样的大喊，没有使得圣光海父立刻离开，反而是让圣光海父愣住了。跑！叫他一个堂堂4品5尊的大人物，从一个小辈面前跑，若是其他人对他说这种话，他估计早就一巴掌扇了过去，并且还会质问：难道你不知道老夫的身份吗？全让老夫跑！可是偏偏这句话是圣光云月说的，这就让他不得不去思考了。什么情况？难道楚风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了其他帮手，还是说有其他情况发生？为何圣光云月大人会让我跑？就在圣光海父猜测思考之际，耀眼的雷霆于宫殿内浮现。定目一看，他终于知道为何圣光云月这样说了。那闪耀的雷霆来自楚风，神圣的神字雷纹，绚丽的雷霆铠甲，这些楚风对血脉之力掌控的天才标识，分别出现在了楚风的额头以及身上。除此之外，还有天赐神力，这都是楚风天才的标识。正因为同时掌控了天级神力和天赐神体，且还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力量，楚风才被圣光一族视为威胁。于是圣光海父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浓郁的惊恐，但却不是因为终于看到了这位天才的能力，而是他感应到了楚风的修为。根据他的了解，楚风当初的修为乃是6品至尊，就算楚风天赋再逆天，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提升到7品至尊，已是非常了得，甚至8品至尊在他看来都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的。可是眼下楚风的修为却是达到了5品5尊，比他还高出足足1品。就算楚风雷纹、雷霆铠甲、天赐神力都帮助他提升了1品修为，那也只是3品，岂不是说楚风真正的修为也达到了2品5尊？你不是楚风，你究竟是谁？圣光海父再度开口，已是没有了先前的底气，但同时他却也有了猜测，而他的猜测就是眼前的楚风并非真正的楚风，乃是某个高手伪装而成。我不是楚风，难道是你爹？楚风冷然一笑，随后一个箭步便直接来到圣光海父身前，抓起他的头发，将他拖到了圣光云月面前。仔细看看他，若不想像他一样，那么就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说这里的修炼阵要如何开启？楚风对圣光海父说道。不管你是谁，但想让我出卖我族，那你休想！圣光海父仍不相信这个楚风是他所知道的那个小辈，并且他态度坚决，十分有骨气。哟，全跟我嘴硬，倒是有趣。既然如此，那就换一种方式吧。楚风嘴角扬起一抹戏谑的弧度，随后便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黑色的罐子。你们两个谁先告诉我这里的修炼阵如何开启，就可以安然活着。不说的那个就由他来享受此物。楚风掂量着那黑色罐子说道。只是看到那黑色罐子，圣光海父却是一阵狂笑。小子，我不管你是谁，今日栽倒你手里，老夫认了。但你想从老夫口中得知我圣光一族的秘密，那是休想。话到此处，他还看向了身旁的圣光云月。至于云月大人，对圣光一族更是忠心耿耿。别说你想从他口中得知我圣光一族的秘密，就算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那都是绝无可能。圣光海父一脸决意，他已经做好了接受折磨的决心。当做好了这种决定后，他反而没那么惧怕，反而变得自信，变得嚣张，变得得意。不过相比于对自己的信心，他显然对圣光云月更加有信心。那得意的表情已经断定楚风必将空手而归。想从他们这里得到消息，
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说别折磨我，我说楚风少侠，刚刚是我不对，是我痴心妄想了，我该死，我该死！你给我一个机会，你不是想知道如何开启这座修炼密阵吗？我知道的，我可以告诉你，千万别折磨我。可是谁曾想，圣光海父话音刚落，圣光云月便赶忙开口，那语气十分卑微，充满了对楚风的畏惧。云月大人，你看着圣光云月，圣光海父一双不大的眼睛却瞪得溜圆，眼中尽是难以置信。经过多年的了解，他知道眼前这位就是他所认识的圣光云月，可是这样的表现却又与他所认识的圣光云月全然不同。对圣光一族忠心耿耿且向来强硬的圣光云月，怎么变得如此懦弱，如此胆小了？你真的知道？可别跟我耍花样！楚风冷冽地看着圣光云月，那是一种警告的眼神，言外之意，若敢骗我，后果自负。而这样的眼神更是吓得圣光云月冷汗直流，身体瑟瑟发抖。我知道，我真的知道，我这就告诉你，告诉你如何开启这座密阵。圣光云月根本不理圣光海父那诧异的眼神，此时的他只有对楚风的恐惧，赶忙为楚风讲述起关于修炼密阵的事情。看着圣光云月这样的表现，龙小小母亲早已是目瞪口呆。先不管圣光云月说的是真是假，怎么高高在上，舍我其谁的圣光云月对楚风竟如此卑微。随后他看向楚风，眼中金色更浓，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相比于圣光海父，他相信眼前的这位就是他所认识的楚风。可正因为确定，他才更加震惊。那五品武尊的气息简直如同无形的飓风，正一重又一重，不断自龙小小母亲身上掠过，冲击着他的肉身，冲击着他的灵魂。五品武尊啊，这个他一生都难以企及的修为，如今却在楚风的身上出现。哪怕他早就知道楚风的天赋，可仍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原来当初圣光玄烨进入过一座远古遗迹，在那远古遗迹中得到了一些远古秘宝，也学得了2个远古秘阵。这2座秘阵都与修炼有关，且都需要远古秘宝来支撑。其中一座秘阵较为邪恶，可以将他人血脉炼化成修炼之物。这个邪恶的秘阵，圣光玄烨已经用过，如今为龙小小所准备的，也正是这座邪恶的修炼秘阵。而另外一座修炼秘阵是可以用来提升悟性，打造一个强大的修炼空间的秘阵。这座修炼秘阵提升的不是修为，而是提升对武技的掌控力。只是相比于那邪恶的秘阵，这座秘阵则是更为复杂，不仅需要远古秘宝支撑，还需要大量的特殊的水源。这种特殊水源，秘阵记载为凝练圣露。这凝练圣露根本无法寻求，只能通过复杂的方法炼制。但是为了能够打造出这样的修炼秘阵，圣光玄烨还是花了大手笔，开始炼制那凝练圣露。经过了足足1300多年，才炼制出了足够多的凝练圣露。因为体量太大，珍贵的凝练圣露已是积攒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湖泊之多。眼下楚风等人所在宫殿下方的湖泊，就正是那凝练圣露形成的湖泊。而这座宛如天鹅的唯美宫殿，其实就是支撑修炼秘阵的远古秘宝。远古秘宝与凝练圣露皆已到位，所以那座圣光玄烨花费大手笔准备上千年的远古秘阵，就是这座禁地，就是眼下楚风所在之的。听到这里，楚风内心窃喜，他来此处的目的乃是为了救龙小小的母亲。按理来说，既然已经成功，本该尽快离开，而他迟迟不走，就是因为他发现此处的修炼阵法不简单，对他会有帮助，他想要为己所用。而听到圣光云月的讲述之后，楚风也是知道这里居然比他预想的还要厉害，这自然让他高兴。那要如何开启此处的修炼秘阵？楚风问道。楚风少侠，我知道如何开启秘阵，只是这开启方式很容易，只要布置秘阵的开启阵法，随后让阵法与一滴凝练圣露相融即可。只是开启阵法的方法虽然容易，但是想真的开启阵法却并不容易。楚风小友，我可以将方法告知于你，但你若无法开启这秘阵，可千万不要怪我。其实至今为止，这修炼秘阵我圣光一族还无人能够开启。圣光云月说道。无碍，你说出来便是。楚风倒是并没有质疑圣光云月的话，圣光云月早就被楚风弄怕了，眼下又没人能够救他，他应该不敢骗自己。再加上楚风也认真观察过，他早就发现此处是修炼阵法，但却也无法寻得开启之法，说明想开启此处的确很难。楚风小友，我现在修为丧失，刻画阵法图有些慢，你莫要介意。圣光云月说话间，便从乾坤袋内拿出一把匕首，紧接着就在地上刻画起来。他也是没有办法，修为已经被楚风废除，如今基本等于一个普通人。明明之前挥手间就能完成的事，现在只能通过匕首在地上刻画的方式来完成。但是圣光云月思路很清晰，哪怕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还是很快便刻画出了完整的阵法布置图。楚风看了一眼阵法图，便知道这阵法图与此处阵法的确相得益彰。圣光云月并未骗他，于是楚风对着殿外探手一抓，一滴凝露圣露便自湖泊之中飞掠而出，定格在了他的面前。随后楚风便按照圣光云月的阵法开始布阵。这阵法虽然是秘阵，但其实并不复杂。不过眨眼之间，那完整的阵法已是于楚风身前浮现。正常来说，只要阵法与凝练圣露相融，这开启阵法就算彻底完毕。当然，能否开启修炼秘阵还是未知数。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当阵法与凝练圣露相融那一刻，楚风却受到了阻碍一般，迟迟无法相融。只是相融这一步就已难住了楚风。楚风眉头微皱，开始不断调整阵法，但却仍是难以掌控。他仍是无法让那阵法与凝练圣露相融。但楚风很不甘心，不断的调整着。楚风少侠，你耐心一点，我并未骗你，我说的方法是对的，我曾经试过，明明很容易就可以相融的，以你的天赋应该不难，莫要着急啊。眼见着楚风无法将阵法与凝练圣露相融，圣
圣光云月吓得不轻，他很怕楚风觉得是他在欺骗楚风，所以不停的解释，而楚风也不理他，仍在不断的想办法进行相融，不断的调整阵法细节。而这一幕落入圣光海父眼中，则是有了别样的意思。他暗中传音于圣光云月：“我知道了，云月大人，你是故意的，你是在拖延时间。”一边假装顺从这个家伙，一边告诉他假的布阵方法，让他无法成功融合阵法。而听得此话，圣光云月则是十分无语，像看傻子一样看了一眼圣光海父。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没有欺骗楚风，不是不想，而是真的不敢。他是真的被楚风弄怕了。很快，楚风连冷汗都流了下来，整个人也是变得烦躁不安。楚风少侠，你别急啊，我真的没骗你。看到楚风这样，圣光云月真是吓坏了，他是真害怕楚风无法融合，把罪责怪在他头上。你给我闭嘴！终于，楚风开口了，语气十分暴躁。他这一说话，吓得圣光云月更怕了，但却也不敢再说话，生怕再多说一句换来楚风的折磨。楚风，别急，慢慢来。只是看到这样的楚风，就连龙小小母亲也是察觉到不对，赶忙开口安抚。因为楚风这个样子，情况很不乐观，大家都是修武之人，能够察觉得出来，楚风这样下去是很容易走火入魔的。前辈，你也别说话，我需要安静。可谁曾想，哪怕是龙小小的母亲说话，也是换来了楚风的制止。虽然没有怒意，可多少情绪也是有些不对。龙小小母亲自然不敢再打扰楚风，可是这一幕幕却让圣光海父更加坚信这是圣光云月的计谋，并且圣光云月的计谋很快便要得逞了。可突然之间，楚风的阵法与凝练圣路靠近了一些，紧接着外面便传来整整轰鸣，那是水浪滔天的声音。向外一看，圣光海父顿时傻眼，就连圣光云月也是目瞪口呆。只见向来平静如水的湖泊，已是风起云涌，滔天巨浪，已是充斥整座湖面。身为圣光一族高层，这样的场面乃是他们第一次所见。怎么这样？云月大人，你做了什么？圣光海父看向圣光云月，他忽然意识到，圣光云月告知楚风的阵法，好像不是在坑楚风，他好像是误会了。圣光云月好像告知了楚风一个非常了得的方法，不然不会掀起如此动静。你他妈的是傻子吗？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看看，老娘布置的阵法有任何问题吗？这关我什么事？圣光云月忍无可忍，对圣光海父发出怒骂。虽然他也知道告知楚风开启阵法乃是叛族之罪，可眼下楚风掀起的动静却与他无关，这个锅他不想背，因为他告知楚风的开启方式就是正常的方式。这个方式别说是他，就连圣光玄烨也曾用过多次，只是无一例外都无法开启此处的修炼密阵。他也不知道为何其他人尝试都没有效果的开启方式，到了楚风手里就有了如此动静。难道说这就是天才吗？这就是天才和他们的差距。滔天巨浪如千军万马在湖面肆虐，一眼望去，那哪里还是那个平静如镜的湖泊，分明就是海啸降临的大海。伴随着楚风手中阵法与那一滴凝练圣露又靠近了一点，那滴凝练圣露竟闪烁起神圣的光华，它看上去终于不再像一滴普通的水。而与此同时，外面整个湖泊的凝练圣露也都闪烁起那样的光华，就连这座宫殿也有了反应。不止宫殿之内，而是宫殿之外也是如此，那神圣之感覆盖整个禁地之内。给我相融！忽然楚风大喝一声，那语气就像是在下命令。神奇的是，那阵法与相融就像是听懂了这命令，竟真的融合一体。紧接着，滔天巨浪向着宫殿冲击而来，而宫殿就像是具有吸引力一样，竟将所有袭来的巨浪全部吞噬。此等变化下，楚风手中的阵法也是开始变化，竟然有了形状，那正是这座宫殿的形状。没过多久，楚风手中的阵法就变成了一个实体，那正是一个小型的宫殿，与这座宫殿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很小。而当那阵法彻底化作宫殿后，那滔天的声势也是早就停止。可是龙小小母亲、圣光云月以及圣光海父却是难以平静下来。一眼望去，原本积累成湖的凝结圣露全部消失不见，一滴都没有了。向外望去，只剩下了一个深邃到无边无际的巨型大坑。而最令他们无语的是，就连将他们笼罩的宫殿也不见了，那可是远古秘宝啊！再度看向楚风手中那光芒闪闪、尽显神圣的宫殿，在场之人都明白，那些凝结圣露以及远古秘宝都去了哪里，已经落入了楚风手中。圣光云月，你这个叛族罪人，老夫要杀了你！圣光海父竟对圣光云月杀意四起，他抬起手来便要拍向圣光云月。他以为是圣光云月与楚风串通，才让楚风成功的将这修炼密阵开启。只是圣光海父刚刚出手，还没有伤到圣光云月，便立刻如同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是楚风！楚风意念之间便将他压制住了。他的命现在归我，我不要他死的时候，谁都休想杀他，而你更是不配。楚风轻蔑地看着圣光海父，堂堂圣光一族太上长老，此时在楚风眼中就像是一个废物。楚风，你是如何做到的？圣光云月也是忍不住对楚风询问，因为他很清楚，他只是将正常的方法告知了楚风而已，而这个正常的方法，他们尝试多次都无法成功，尤其是圣光玄烨尝试的次数最多，但也全都以失败告终。楚风怎么第一次就成功了？就是按照你说的方法做的。对了，那开启密阵的阵法也是你们的族长大人告知你们的？楚风反问道。是。圣光云月点头道。难怪你们无法成功，阵法大体是对的，但是细节却出了一些问题，不过好在问题不大，我只是稍微调整了一下便开启了。楚风说道。不可能，我家族常大人尝试那么多次，调整了那么多次都未能成功，你怎么可能一次就成功？圣光海父一脸的不信。怎么，这很难以置信吗？不过也正常，就像是告诉一头猪说这个世界上有生物能两只脚行走，
猪肯定也不信，毕竟这是他所不可能做到的事。可这是对于人而言，这就是再简单不过的小事。楚风笑眯眯地看着圣光海父，眼中满是讽刺：“你敢辱骂老夫是猪？”圣光海父气得咬牙切齿，他明白楚风的意思。楚风的意思并非是他多聪明，而是在说他们圣光一族的人太蠢。怎么，很不服气？差点忘了，刚刚开启密阵的方法是圣光云月告诉我的，那么这个就应该交给你了。楚风说话间，又将那黑檀拿了出来。黑檀打开，先是喷出一股黑色气焰，紧接着一条条长着蜈蚣爪子的黑蛇便从中钻了出来。你要对老夫做什么？有本事就直接杀了老夫，少跟老夫来这一套。尽管这圣光海父之前很是硬气，可当他看到那黑檀内的东西之后，明显也是有些慌了，想现在就死那是不可能的。尽情享受吧，你不是对圣光一族忠心耿耿吗？这就是对你忠心的赏赐啊！楚风对其一指，那一条条黑蛇便钻入圣光海父体内。黑蛇入体，圣光海父便发出了阵阵惨叫，那惨叫比圣光云月之前还要凄惨。看到这样的圣光海父，龙小小母亲似乎明白为何圣光云月对楚风会如此惧怕。他已经猜到圣光云月必然是经历了这样的酷刑，虽然开始了对圣光海父的折磨，但楚风很快便布置阵法，将圣光海父封锁，随后将圣光海父以及圣光云月收了起来。毕竟此地不宜久留，前辈，咱们先离开这里。说话间，便带着龙小小母亲离开了此处，直到来到一个楚风认为安全的地方之后，才停下来。楚风小友，龙小小母亲刚想道谢，楚风便从乾坤袋内取出一物，随后一道身影便自其中飞掠而出。看到这个人，龙小小母亲的双眼瞬间便湿润了，因为此人正是龙小小。而龙小小看到他的母亲安然无事，也是明白楚风成功了。母亲、小小母女相见，相拥而泣。这段时间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太多不好的事，一度让他们感到绝望。可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母女也是彼此最在乎的人，只要他们彼此安然，那些不愉快的事似乎也都不值一提了。短暂的哭泣之后，龙小小也是将事情经过全都告知了龙小小母亲。楚风小友，真是不知要如何谢你。龙小小母亲哭着对楚风说完此话，便要跪下，可楚风早就预测到了，在其下跪瞬间便将其搀扶住了。前辈，您怎么这样呢？对我一个小辈还道什么谢？我与小小的关系，这都是应该的。我相信，如果是我遇难，小小也一定会如我一般。话到此处，楚风看向龙小小，问道：“对吧？”可龙小小却高傲地扬起了小脸：“那可不一定，我可不像你那么傻。”他此话一出，楚风和小小母亲都是忍不住淡淡的笑了一下。他们都知道，如果真的楚风遇难，龙小小会如何去做。小小前辈，你们接下来有何打算？楚风对龙小小母女问道。有打算啊，就是跟着你，你去哪我就去哪。楚风，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休想甩掉我。龙小小撇着小嘴，满眼的坚定。小小，接下来的事其实与你无关了，是我与圣光一族的恩怨。楚风说道。我知道，但是我龙小小与圣光一族就没有恩怨吗？楚风，我虽然帮不上忙，可我想亲眼看你击败圣光一族。你要么不去，但是如果去，请一定带着我。龙小小说道。好吧好吧，真是拿你没办法。楚风其实也早就猜到龙小小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他。那楚风，你有何打算？龙小小问道。已经有打算了，不过我到底要不要借着这次机会来挑战圣光一族，还要看他。楚风说话间，将那座修炼密阵取了出来。这修炼密阵的模样，就是缩小后的天鹅宫殿。只是楚风看他的目光，却是充满了期待。楚风带着龙小小母女回到了龙室，但却并没有现身，而是暗中监视着一切。只是回到龙室的同时，就收到了一个消息：圣光一族竟邀请了圣光天河内的诸多强大势力，前往圣光一族领地去参加龙小小的婚事。要知道，圣光一族与外族联姻也有多次，但是邀请各族参加，这还是第一次，并且一开始圣光一族并没有邀请各方势力的意思，这可以说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是为何会有这样的决定，楚风也是不得而知。楚风也没有心思去猜这个，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修炼。现如今既然无法得到斩妖大帝的传承，那楚风就只能依靠自己，短时间内提升修为很不现实。毕竟就算楚风天赋再好，也需要有领悟的契机，否则无法在短时间内快速突破。修为无法突破，便只能提升自己的手段了。楚风倒是有一个手段，只要掌握的话，就可以挑战圣光玄烨，那便是9重天雷斩。9重天雷斩共有9斩，1斩天雷线，2斩天雷变，3斩天雷合，4斩雷化魔，5斩雷魔动，6斩乱苍穹，7斩化神魔，8斩神魔舞，9斩灭众生。几乎每一斩都具备着恐怖的逆天战力，并且只听名字也是知道，越是后面威力越强。而从目前来看，至少在5尊境，这一斩天雷线还是具备逆天战力的。虽然无法确定踏入其他境界后是否还具备这样的威力，可至少现在还具备。所以楚风打算修炼这第2斩天雷变。如今楚风虽是2品5尊，可是凭借雷纹、雷霆铠甲以及4项神力，可将修为提升到5品5尊。1斩天雷线可让楚风击杀6品5尊的强者，2斩天雷变若是练成，楚风便可击杀7品5尊的强者。哪怕圣光玄烨有6品5尊修为，凭借血脉之力可将修为提升到7品5尊，但楚风也是不再惧怕，刚好可以趁着龙小小婚事击败圣光玄烨，替龙小小也替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当然楚风很清楚，修炼9重天雷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楚风修炼第1斩就耗费了许久的时间，并且哪怕现在将其施展，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想在短时间之内修炼成第2斩，自然也是极难。
所以楚风将希望寄托在了那修炼密阵之上。这修炼密阵乃是圣光玄液自远古遗迹所得，并且准备多年才将其准备妥善。只是因为圣光玄液能力不足，所以一直无法将其开启，反倒是阴差阳错给楚风做了嫁衣。而楚风也能感觉到这修炼密阵的厉害，并且它专门就是用来修炼技法的，可以说就是为现在的楚风所准备的。当然，九重天雷斩太难了，哪怕有这样强悍的修炼密阵，楚风也没有绝对把握修炼成功。所以楚风是否要借着此次机会挑战圣光玄液，就看能否在圣光一族前来迎亲之前修炼成九重天雷斩第2斩了。时光流逝得很快，距离龙小小婚事举办的日子已是越来越近。为了婚事顺利举办，圣光一族会提前派族人来将龙小小接过去，而今日便是圣光一族前来迎亲的日子。龙氏族外，一座被阵法封锁的平原内，一座巨大且唯美宫殿立于此处。宫殿形似天鹅，美轮美奂，并且闪烁淡淡微光，看上去宛如天宫之物，让人不敢亵渎。而这座宫殿就是那座修炼密阵，只是此时却变得很大，比圣光一族禁地之内的天鹅宫殿还要巨大。而这正是修炼密阵彻底开启之后的效果。现如今，楚风正在其中进行修炼，而龙小小与其母亲就站在宫殿之外。小小不用担心，楚风小友自有分寸。龙小小的母亲对龙小小安抚道。可是哪怕如此，龙小小眼中的忧色仍是丝毫不减，一双小手更是紧紧地捏住自己的裙摆，紧张的很。看着这样的女儿，龙小小母亲也是不知该如何相劝。她知道龙小小为何如此担心。这些日子，楚风每日都会踏入这座宫殿之中进行修炼，而每次出来都是遍体鳞伤，甚至有几次进入了一种重伤状态，连生命特征都变得极为虚弱。好在这座宫殿足够神奇，在楚风出来之后，会有如潮水一般的力量自宫殿涌出，将楚风笼罩。而楚风将那力量吸收之后，其伤势也会快速恢复。虽然这宫殿力量神奇，可楚风每次都伤痕累累，却也说明楚风在修炼的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手段。龙小小很担心，很担心楚风无法从这座宫殿内走出来，并且楚风每修炼一次，这座宫殿的力量都会减弱一重。事到如今，这座宫殿虽然看着依旧唯美，且闪烁着淡淡光芒，可实际上却早已没了最初那种浑厚的神圣之感。龙小小也担心这宫殿的力量不足，他害怕在楚风再一次从宫殿内走出来后，会因为这宫殿力量不足，无法将楚风彻底医治。忽然，这座宫殿开始剧烈摇晃，与此同时，宫殿内也是传来了滔天般的海啸声，并且仅剩不多的神圣光芒也开始向宫殿内涌去。当光芒彻底消散后，那唯美的宫殿墙体也开始出现裂痕，那个样子就像随时都会倒塌一般。这座宫殿已经失去了之前的力量，准确来说，它已经不再是那座修炼密阵，而是一个随时都会倒塌的建筑。糟了！见此情形，龙小小急了，冲着那宫殿便跑了过去。小小见状，龙小小母亲则是赶忙将其拦了下来。母亲大人，放开我，我不能不管楚风。龙小小用祈求的目光看向自己母亲，面对这样的龙小小，龙小小母亲也很是为难。小小，你以为圣光一族为何将我关押在那座禁地？圣光海腹是借助秘宝，让我尝试用我的血脉之力去窥探一下这修炼密阵，看看能否寻得开启方法。这应该是他们常用的一种手段，在我之前也应该有过不少外族之人做过这种尝试。圣光一族这种行为虽说是病急乱投医，但实际上无论成功与否，他们都不会吃亏。像我这种人，注定难逃一死，不会将他们这个秘密泄露出去。而我资质平庸，自然未能寻得开启方法，可能过那秘宝，却还是感受到了这修炼密阵的力量有多强大。小小，你只是看到了他的神圣，却不知道他很危险。我知道你很担心楚风，娘亲，我又何尝不是？可楚风若真的有难，你又能做什么？你去也只是白白送死啊！楚风他一定也不希望过去。龙小小母亲对龙小小劝说道。这些话他本不想说，是害怕龙小小担心他之前的处境，可是到如今他不得不说，作为母亲，他实在无法眼睁睁的看着龙小小踏入危险之中。只是他这真情实感的劝说，却并未劝动龙小小。龙小小此时泪水已从眼角流下，那是着急的眼泪。娘亲，我可能无法救出楚风，但我绝对不能见死不救。今日楚风若是遇难，你觉得我会苟活吗？小小，你看着龙小小这样的表情，龙小小母亲很是为难，可那抓住龙小小的手还是放开了。小小，你怎么还哭了？可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却是忽然响起。顺势观望，只见楚风正站在那宫殿之下，其身后那修炼密阵构造而成的宫殿已满是裂痕，随时都会崩裂倒塌。可站在宫殿之下的楚风却是精神饱满，红光满面，微风自其周身掠过，使得他看上去是如此的意气风发。自从楚风开始修炼，龙小小还是第一次看到楚风以这样的姿态自那宫殿内走出来。发什么愣啊？我若没记错，今日就是圣光一族前来迎亲的日子吧？楚风对龙小小问道。对，是今日。龙小小点了点头。那你还要继续跟着我吗？楚风再度问道。当然。龙小小的头点得更快。那小小，你可要准备好了，因为今日我楚风就要去圣光一族大闹一场。楚风，你成功了！龙小小很是激动地问道。其实不用楚风回答，他也猜到了答案。至于楚风，则是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才对龙小小说道：小小，那圣光玄烨要你嫁入圣光一族的废物，想给你带来耻辱。既然他如此无耻，我们就陪他玩玩。不过你放心，那一日遭受耻辱的绝对不会是你，而是他圣光玄烨，是他圣光一族。楚风说道。好，那我们就去大干一场。听到楚风这样一说，龙小小则
则是变得更加兴奋，就连龙小小的母亲脸上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知道楚风与龙小小要做的是很危险的事，可是遭受了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他知道只有真的击溃圣光一族，才能他女儿解开心结，所以他不会劝阻，而是会全力支持。可突然，楚风看向远方，楚风在看什么啊？龙小小走到楚风身旁，他知道楚风一定是看到了什么才会如此，于是他也好奇地顺着楚风方向观望，不过却什么都没有看到。看到你的未来夫君了，楚风说道，是那个圣光家豪，圣光一族的人来了。听闻此话，先前还一脸笑容的龙小小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虽说刚刚还斗志满满，可是真的遇到圣光一族的人，他还是有些害怕。可见圣光一族还是给他留下了极大的阴影。跟我来。楚风带着龙小小和龙小小母亲御空而起，以隐藏的姿态靠近圣光一族的人马。此时，龙小小母女俩也是看到了圣光一族的人。圣光一族的族人今日穿着与往日不同，他们红衣加身，穿得很是喜庆，那的确是圣光一族前来迎亲的队伍。只是这迎亲的阵仗却与龙小小以及龙小小母亲想象的不同。这该死的圣光一族分明就是有意羞辱我的小小。龙小小母亲是一个很有修养之人，只是看到圣光一族迎亲的阵仗之后，她也是忍不住说出了脏话。圣光一族这样一个霸主级势力的迎亲队伍，却只派出了几十人。要知道龙小小这种身份，起码也要是万人的队伍来迎亲才是。这几十人可以看出对龙小小有多不重视，并且连一座浮空战船和御空战车都没有，只有一辆迎亲花轿，并且非常的简陋，那轿子也就只能装得下几个人。寒酸到了极致。不过相比于这寒酸的迎亲队伍，那对迎亲人马中为首的那个人更是看得让人咬牙切齿。那名男子骑在一匹红色飞马之上，那红马倒是英姿飒爽，可是这名男子却明显配不上他的座驾。不是说他的身份，而是说他的样貌丑。这个人长得实在太丑了，这是一个长着大蒜鼻的大胖子，不仅皮肤黝黑，皮肤粗糙的如同砂纸一般，还长了满脸的麻子。可以这样说，就连苍蝇都不敢落在他的脸上，怕崴到了脚。最重要的是，他口歪眼斜，不停地流着哈喇子，分明就是一个智障。他在马上坐都坐不稳，还需要另外一个仆人一同坐在马上来服侍他。可偏偏服侍他的是一个女仆，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他的手很不老实，在那女仆身上摸来摸去的，摸的还都是特殊部位。至于那女仆，对此似乎也早就习惯了，没有丝毫抵触。但是圣光一族的其他人却是时不时的对他投去鄙夷的目光，就连族人都是看不惯他。由此可以看出，此人虽是今日的新郎，可在圣光一族的地位却是非常的低。而此人便是圣光家豪。虽然早就知道圣光家豪不堪，但却没有想到如此不堪。倘若龙小小真的嫁给这样的人，这将是何等的耻辱！楚风，我一定要去圣光一族，你一定要带我去，我要亲眼看着你击溃圣光一族。龙小小咬牙切齿，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他真的是被气到了。不是已经说好了带你去吗？放心，我说话算话，既然答应你了，就一定会带你去。只是若是我败了，你可就要与我一同战死了，可不要怨我。楚风说道。绝对不会怨你。龙小小说道。楚风也带我一同去。龙小小母亲也是说道。好。楚风点了点头。楚风能够感受到龙小小母女俩的怒火，其实就连他也是非常的愤怒。尽管早就知道圣光一族将龙小小嫁给圣光家豪是为了羞辱龙小小，但楚风却没想到圣光一族会做得如此过分。虽说圣光一族此举是为了羞辱龙小小，报复龙小小拒绝嫁给圣光一族的行为，可这又何尝不是冲着他楚风？如果龙小小他不是因为楚风才拒绝圣光一族，哪怕拒绝，龙小小应该也不会遭受这样的羞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楚风，是楚风才让圣光一族有了如此大的恨意。想一想，如今的圣光一族居然还邀请了各方势力前去参加这样一场婚礼，这分明就要让龙小小名声尽毁，实际上也是要让龙氏名声尽毁。这场婚礼若是顺利举办，不仅龙小小完了，龙氏也完了。说的好听是婚礼，说的不好听就是告诉所有人圣光一族对龙氏的态度。前辈，小小，你们能够配合我吗？楚风对龙小小和其母亲问道。楚风小友，你尽管说便是，别说配合，就算用掉我的性命，我也愿意。龙小小母亲说道。龙小小被人如此羞辱，她做母亲的比任何人都要愤怒，而她也清楚，若要对付圣光一族，能够依仗的也只有楚风。她当然言听计从。其实很简单，就是委屈您，伪装一下圣光云月。楚风说道。而对于这种要求，龙小小母亲自然也是应下。随后，楚风便简单的布置了伪装阵法，将龙小小母亲伪装成了圣光云月的模样。伪装好之后，便带着龙小小与龙小小母亲向龙氏城内赶去。楚风的想法很简单，圣光一族不是要当着圣光天河各方势力的面让龙小小丢人现眼吗？那楚风就借着这个机会让他圣光一族丢人现眼。龙氏最重要的宫殿内，龙氏族长正在来回踱步，满是忧愁的脸上也写满了焦急二字。他已经知道圣光一族来迎亲的事情，可圣光云月和龙小小都被楚风带走了，他根本就交不出人。换做以往，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会直接供出楚风所做出的罪行，把锅赶紧甩出去。可当他亲眼看到楚风如今的本领以及对圣光云月的手段后，他哪里还敢直接供出楚风？他知道，他若供出楚风，楚风真的会灭了他龙氏。可反观圣光一族，他也同样惹不起啊，两个都惹不起，这叫他怎么办？该死的楚风，干嘛非要多管闲事？气急败坏时，龙氏族长忍不住对楚风发出咒骂，但却也不敢大声，而是非常小声地嘀咕了一下，那个模样倒是颇为好笑。宫殿之内虽然只有龙氏族长一人，可宫殿之外却是聚集着大量人马。
那都是龙氏的长老们，身份与实力在龙氏都是顶尖的层次。只是此时的他们也都如同龙氏族长一样，没了往日的威风与从容，一个个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来回走动。不明真相的他们可不知道龙氏族长为何迟迟不肯接见圣光一族的族人，还以为是龙氏族长暗中看到了圣光家豪那副模样，不忍将龙小小嫁过去了。于是一个个的正在不停地劝说着龙氏族长：族长大人，我们知道你心疼小小公主，可你要大局为重啊！族长大人，自古以来成大事者必要有所取舍，圣光一族是我们得罪不起的，全都给我闭嘴！宫殿之内传来龙氏族长的怒吼，他这一声怒吼，外面的人虽然吓得不敢多言，可是龙氏族长脸上的愁容却是更浓。他又何尝不想为龙氏着想，只是他根本没有办法。龙氏族长怎如此愁眉不展？突然一道声音响起，自宫殿之内响起。听到这个声音，龙氏族长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只从声音，他救的那来者是谁？顺势观望，那来者果然就是楚风。除了楚风外，还有龙小小与龙小小母亲。当然，眼下的龙小小母亲已经伪装成了圣光云月的模样，龙氏族长根本无法将他认出。但龙氏族长现在的目光却只凝聚在楚风身上，根本顾不得他人。他知道龙氏若想得救，只能依靠楚风。楚风少侠，你总算回来了！现在我龙氏大难临头，你一定要救我们啊！龙氏族长就像是看到了救星，那殷勤的模样，恨不得给楚风跪下。莫慌，婚事照旧即可。楚风说道。婚事照旧？楚风少侠，难道你的意思是真的要将小小嫁到圣光一族吗？可那圣光家豪如此丑陋，这样一来，不是委屈了小小？龙氏族长有些诧异，但表现出来的却是一副慈父的形象，就好像很不舍得将龙小小嫁过去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救你龙氏，不是吗？你若是心疼小小，那我这就带小小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楚风说话间就做事抓住了龙小小。别，楚风少侠，你做事向来有分寸，你要小小嫁过去，就必然有你的打算，我一切都听楚风少侠的安排。眼见楚风要走，龙氏族长立刻露出了他真实的嘴脸，甚至直接跪了下来。他哪里是真的心疼龙小小，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其实楚风这个决定恰恰是他最希望的。龙氏族长折实恶行，不过好在对于这位父亲，龙小小早就看透了，也不会因为他的真实嘴脸而感到难过。接下来龙氏族长便按照楚风吩咐，亲手将龙小小送了出去。别看圣光家豪是个傻子，可却也知道自己今天要娶媳妇了。虽说龙小小身穿嫁衣，头披盖头，根本看不到容貌，可只是看到龙小小的身段，那圣光家豪便口水直流，喊着娘子娘子，就向龙小小冲了过去。但是他还未靠近，龙小小母亲一个耳光就将圣光家豪掀翻在地。混账东西，丢进圣光一族的脸！龙小小母亲不仅怒斥，这一巴掌打得更是极重，把圣光家豪打得哇哇直哭。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可偏偏却没有人敢说什么。毕竟此时龙小小母亲乃是伪装成了圣光云月的样子，而圣光云月是何人物，哪里是他们这些人敢得罪的？别说龙小小母亲打了圣光家豪，没有人敢说什么。当龙小小母亲提出要与龙小小一同进入迎亲花轿之内，也是没有人敢提出反对。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同进入花轿的不仅仅是龙小小和龙小小的母亲，还有楚风。楚风进入花轿之后，先是布置了一层结界，将这花轿封锁，随后便将真正的圣光云月以及圣光海父放了出来。因为布置结界的关系，圣光云月和圣光海父根本就看不到龙小小母女，只能看到楚风。楚风少侠，别折磨我们了！看到楚风，圣光海父与圣光云月都是吓得不轻，而圣光海父更是率先跪在地上，圣光云月也是紧随其后。圣光海父不仅遍体鳞伤，更是变得比圣光云月还要惧怕楚风。之所以如此，自然也是因为他在楚风手中尝过了苦头。他们这种从小到大都高高在上的人，虽然有些骨气，可哪里真正的吃过苦头？在楚风的折磨下，很快便认怂了。你们向外看看，外面的是谁？楚风指着花轿外说道。他们向外观看，不仅看到了龙氏族长率领着龙氏的精锐人马正在赶路，自然也看到了花轿周围那稀稀拉拉的圣光一族族人。只看穿着，他们就明白眼下是什么局面。这是我圣光一族的迎亲队伍，这么快就到了日子吗？圣光海父叹道。对，日子已经到了，我此行就是要将你们送过去，想用你们两个来与圣光一族谈判。当然，你们两个可要乖乖听话，如若不然，后果你们是懂的。楚风说道。楚风少侠，你天赋异禀，若是能与楚风少侠和解，那不仅是我圣光一族的福气，更是圣光天河的福气啊！圣光海父面露喜悦，圣光云月也是连连点头。对于谈和，他们二人都是十分期待与向往。你们若真的这样想，那就再好不过。行了，你们好好休息吧，别搞花样，否则我要你们好看。楚风说道。不会，我们哪里敢啊？圣光海父说道。不敢最好。楚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便转身离开。可实际上，楚风并未离开花轿，只是离开了那座阵法罢了。但是在圣光云月和圣光海父眼中，楚风不仅离开了花轿，而且还走得很远才停下来。当他们觉得楚风已经走远之后，便开始观察着花轿，发现花轿内竟摆满了点心食物，还有疗伤的丹药，这明显是给他们准备的。只是看到这些后，圣光海父则是悄悄取出一颗珠子，他单手捏诀，珠子便释放出一层无形气焰，将这花轿封锁起来。那是一件可以隔音的宝物。云月大人，现在说话，那楚风听不见的。圣光海父对圣光云月说道。在楚风后面修炼的时候，将他们二人关在了一起，所以他们两个早就私下交流过。现如今得知真相的圣光海父早没了对圣光云月的怨念，
反而恢复了之前的尊敬。圣光海父，你学得够快的，你那殷勤的模样，我差点以为你真的要叛族。圣光云月看向圣光海父，目光有着些许不悦。云月大人，我这不是为了不让咱们两个受苦吗？这楚风简直丧尽天良，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圣光海父辩解道：行了行了，我知道，只是这些事可不能让其他人知晓。圣光云月说道：云月大人，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告知他人。只是云月大人，这楚风说是要去我族和解，你觉得是真的吗？这小子不会是在搞什么猫腻吧？圣光海父狐疑地说道：这还真是不一定。这楚风很聪明，虽然他天赋很好，可还并未真正成长起来，至少现在还不是我圣光一族的对手。而他与龙小小关系如此好，自然也担心龙氏安危，但他却无法保护龙氏。这种情况下，他想以我们两个为筹码，与我族谈和，是很有可能的事。圣光云月说道：哼，就算他想和解，族长大人也不会同意。圣光海父说道：他太了解圣光玄烨的性格了，当然不会同意。此子自以为能够和解，却不知他此行已是凶多吉少。他天赋的确很可怕，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后辈。可天赋越强的人，却也越是自负。这楚风也是如此，他自命不凡，且有9魂圣族公主撑腰，便天不怕地不怕。但他却并不知道，他根本不是我族族长大人的对手。我圣光一族也根本就不怕他。挑战我圣光一族之后，又想与我圣光一族和解，他真是对我圣光一族一无所知。我之前被这小子折磨，曾求他杀我，可他不肯。但现在我却要感谢他了，感谢他没有杀我，让我能够亲眼看到他栽在我圣光一族手中。等他落到我的手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后悔无门。圣光云月咬牙切齿，眼中杀意更是令人胆寒。对，叫他后悔无门。回头我要将与这小子有关的人全部抓起来。他小子不是重情重义吗？我就当着这个小子的面，一刀一刀的割下那些人的肉。他敢折磨老夫，老夫要折磨他在乎的所有人，让他在乎的所有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圣光海父说这话的时候，同样咬牙切齿，眼中杀机毕露。这两个恶毒的老东西，别看先前对楚风还摇尾乞怜，满眼恐惧，可实际上早就想好了要如何报复楚风，可真是够恶毒的啊！可突然间，楚风的声音响起。当楚风声音响起的同时，楚风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你不是走了吗？看到楚风突然出现，圣光海父和圣光云月顿时吓得脸色惨白，下意识的便想要逃。可是他们哪里能够逃得掉？走远，那不过是我的幻象阵法罢了。我就一直坐在这里，看你们两个说我的坏话，计划对我的报复。楚风说道。楚风少侠，我们随便说说，我们怎么敢啊？你莫要当真啊！圣光海父吓得直接跪了下来，同时一股恶臭也是自其挡下传出。被楚风折磨过的他，此时竟尿了。楚风少侠饶命！楚风少侠饶命啊！你若想与我族和解，切不可再对我二人出手了。而圣光云月也是赶忙跪下，他更聪明，没有辩解，而是直接求饶，且说出了他们二人如今的价值。谈和，我不过随口说说，你们竟当真了？楚风冷然一笑，你没有想要谈和，那你这是想要干嘛？我们不是再去圣光一族，而是再去别的地方。圣光云月问道。这就轮不到你来操心了，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恶毒，报复我就算了，竟然还想动我身边的人。楚风站起身来，眼中寒芒涌动。龙有逆鳞，而楚风的逆鳞就是他身边之人。楚风少侠，饶命！饶命！我不想死啊！圣光父海哭着求饶。别看当日在圣光一族禁地，他还十分硬气，可实际上相比于圣光云月，他更加的贪生怕死。放心，我会留着你们的性命，但是能不能有机会报复我楚风，还要看你们的族长大人有没有那个本事。不过在此之前，楚风冷然一笑，随后大袖一挥，那圣光海父的衣衫竟然被楚风全部扯掉。他已是一丝不挂。做完这些，楚风转过身去，大袖再度一挥，圣光云月的衣衫竟也全部被楚风扯掉。楚风虽然没有看到，可圣光海父却是看得清楚。眼下他与圣光云月已是赤裸相对。紧接着，楚风单手捏诀，2道透明结界阵法飞掠而出，分别落在了圣光海父与圣光云月的身上。二人身体无法自控，在阵法的加持下，这两个老东西竟拥抱在了一起，做出了不堪的举动。楚风，你要做什么？快住手！快给我住手！圣光云月老脸通红，少见的竟当着楚风的面再度发起火来。楚风少侠，不能这样，不可以这样，你快住手啊！你要我怎么样都行，我求求你了。圣光海父也是一脸羞愧，不停的求饶。做什么？我要让你们两个恶毒的老东西晚节不保，脸面丢尽。楚风冷然一笑，且丢下此话后，便走出了阵法。